哎呦，这里是洛库斯塔，我是佩恩。想给你们看不起，我就站在这里，已经看到我们的距离。提高转速继续超车，也超过那些好人，也让你望尘莫及。I'll be on my own trip, I'm out yeah, I'm out。最近有一款叫《赛博朋克2077》的游戏上线了，到处都是关于它的讨论。也许你对赛博朋克很感兴趣，那么你知道中国最赛博朋克的 rapper 是谁吗？什么？你不知道？没有关系，弹幕已经告诉你了。在今年新说唱2020结束的尾声，吴亦凡透露了自己的说唱厂牌20XX Club 已经成立，其中被签约的头号人物就是 L4 雾都。众所周知，吴亦凡对 Autotune 情有独钟，自称 AK 10万伏特人间比卡丘中国发电站，你玩 Autotune， 你非我其谁？不过提到 Autotune， 就不得不提中国这位把 Autotune 玩到出神入化的人物 L4 雾都。就在前天，知名硬核音乐人韩红联手雾都、法老、刘炫廷合作的赛博格斗士之歌 Hero。 不久前，韩红刚与 Lil Skies 合作的歌曲遭到质疑，那么这首 Hero 你会打几分呢？本来我是想等年底雾都发了个人新专之后再聊他的，但是在很多朋友的催促之下，我也忍不住了。在结尾我会预测一下雾都新专的风格。好了，这期就跟大家聊聊这位推动中文说唱进程的重要人物。想要的一切仅仅是变化，为什么总有人指着我们？到处不是喊的 feel so cool， 看看你们自己能不能够当我对手。而真正开始用心研究音乐，是去了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赴美留学期间，正赶上 trap 音乐的浪潮。那个时候，在国外一些 hiphop 发展氛围好的国家，确实可以更快的接触到当地一些比较新潮的东西。当然，这些都抵不过你那颗对嘻哈音乐探索的心，只要够喜欢，总是可以接触到的。由于喜欢电影《八面煞星》，他曾给自己取名 Tony Montana， 之后改为雾都 Montana。2015年2月，还在美国留学的雾都发布了个人首张 demo《雾都夜话》。小龙坎是我的风，沙坪把最屌的红灯区，从小走到大的路，全部是老片儿成河街。我的脑壳有点木，不晓得眼睛放哪里，长醒了才晓得小屁娃儿是的嘛，没得人要管的。这首追尾 These niggas said it hurt me, I hurt you. Fuck train。可以说，这首《雾都夜话》让雾都一战成名。在16年音乐节演出的时候 ，Gush 都会用这首歌打头阵。而那句乐视雾都更是成了重庆说唱的标志。这一年早期，雾都还与嫩桃弟弟合作了一首《Go Hard》。我选他，因为他的表情是妈有够骚。不爱跟你说话，我觉得你的脑壳有个包。看有老子从来不得只回头草，个个都想够哈，你真的够哈。网上很多人说雾都是中文 trap 第一人，早在2011年就开始创作 trap， 奈何找不到他实际存在的作品，所以我觉得这种说法貌似有点牵强。国内最早命名为 trap 的专辑是 TY 2013年的 The Trap， 不过这张专辑虽然叫 The Trap， 但整体音乐风格属于 EDM trap。在维基百科里，这两种风格是分开的，所以我认为这张专辑不能算所谓的 trap。真正最早的 trap 专辑应该是嫩桃在2014年4月发布的《喜羊羊》，而国内第一首 trap 单曲则是嫩桃早在2012年的那首 Swag 到爆。这首歌的伴奏风格与 Ricky Ross 2010年那张巅峰专辑 Teflon Don 里那首 I'm Not a Star 非常相似。Ricky Ross 这张专辑里很多歌都是 AOA Mafia 创始人之一亚特兰大早期知名 trap 制作人 Lex Luger 制作的，所以嫩桃才是国内最早做 trap 的人。虽然他的作品评价褒贬不一，而且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好了，我们继续说回雾都。加入 Gush 之后，雾都与盖合作了2首歌，老子个人写首歌在车上嗨和唯恐天下不乱，都是他早期经典的方言 trap， 好听度完全不输雾都夜话。这2首歌里，雾都对 ad libs 和 backup 的运用已经非常成熟了。
我把这个人写首歌放到车上来，谁开最大警察叔叔什么要交代？老子个人写首歌放到车上来，我的那个模仿的像是七曲莫你在查看，不是同一类人跟你搞了，心头住的撒旦在打苦海，老子都是威风天下不乱，你的贱民之地一条出塞。2016年2月，雾都发布了 Designer Track， 这首歌开始更加注重加入了 Auto-Tune 的听感，慢慢跟上了彼岸 Travis Scott 的步伐。调皮大爷能查到，都是公主少爷广岛，一天刮发支配小岛，内陆河水同城包起楼，几千块钱一件短袖抽得口干。同年4月，与 TY 合作了《放这首》，并且收录在 TY 的专辑《16》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合作，为什么呢？因为15年底，盖刚与马思唯和 TY 发生了 beef， 这难免会让人遐想，当然也有可能是 beef 之前合作的。我在盖那一期说过，当时的 beef Gush 并未卷入，所以有这波合作也就不难理解了。你的东西实在提醒脑壳炸我，怎么哪儿跑写的喊累？哎呀，我们东西实在太炸了，没人发的我他妈瓜写的鬼扯。我不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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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历史来过，我不听。7月初与 Bridge 合作了《跳脚老板》，也是 Gush 早期演出的必唱歌曲。当你花了大量时间在发生，老子早都习惯当人上人。我们都是要当跳脚老板，下了出门让你搞没老坎，跟我们耍游戏要费点大事儿，我要做的不只是宝贝。这一年曾有一档方言歌唱节目《13亿分贝》，据说节目组邀请雾都参加，雾都因为身在美国，所以没有去，而 Gush 的 Bridge 和孟徐去了，并且在节目里演唱了雾都的那首《雾都夜话》。重庆城是我的窝，解放碑最屌的市中心，从小走到大的路，全部是乖堂给带来的。我的脑壳有点魔，不晓得眼睛放哪里，张醒了台下的天棒娃儿，根本都没人要管你。叔叔伯伯在夜总会。9月发布了 Another Level， 这首歌真的太正点了，空灵的伴奏配上雾都独有的 hook 腔调，歌如其名，放在当年绝对是最接轨欧美的作品。买把黑有有，好家的有有，拉巴拉的有有，不加的有有。小的时候我都表现出老对坚持了的爱，对于资本家的生活原本我是充满了万分期待。2017年2月爆发了光盖大战，在 Trouble Z 和光光相继发布了盖棺定论和 gay 爷只打字后，雾都发布了那首他仅有的 diss 歌曲 Y'all Wanna War Right Now， diss 了光光和 Free All。 Y'all wanna war right now， 重庆话听不懂啊，我这里嘛，重庆话听不懂啊，我这里嘛，重庆话听不懂啊，你妈卖街。3月与盖和 Bridge 合作了重庆味儿浓厚的耍没耍过的，雾都那段真的太有味儿了。我有的你没得，你只是路边货，我是奢侈品，不是 A 规格。看到的差距让你感觉你的前途都变成灰色，发布的每一首歌把他们炸得连灰都没得，虽然我在预备。4月发布的同名单曲《雾都 Montana》，这首歌明显电力比以往增强了许多。8月与同为密歇根校友来自 CSC 的 Ranzer 合作了《天上人间》，依然是上乘之作，可以看出雾都对 hook 听感的把控是越来越到位。个人感觉 Ranzer 那段不是很搭，被雾都完全碾压。9月，雾都与西界一起为重庆盼达用车做了一支广告曲《Panda Everywhere》。不得不说，雾都腔调属实是洗脑。其
手去接受和流行地毯，自行车现在太过情感，附近有很多绿色基站，绝对可以满足你的期盼。12月发布了2首歌，有一首我非常喜欢的《飞黄腾达》，这绝对是我听过最丝滑的中文 trap。这首歌在夜店放，我绝对能飞起来，真的不开玩笑。飞黄腾达，哦要是都别发，继续撇过篮筐 ，You know how we rock， yeah， 非常好耍。我们帮中文的说唱做个惩罚，飞黄腾达呀，飞黄腾达，飞黄腾达呀，飞黄腾达。还有一首疑似内涵 CDC 的 Voodoo， 因为当时正值 CDC 与 CIC 的 beef，Gush 与 CIC 关系不错，所以有些人觉得是 diss， 我感觉呢就是趁热推歌吧，毕竟没有指名道姓。他们只会靠最初衷，我服还是不服？要不要来下个赌注？会多少还会把六个主说？他们东西听得像大俘虏，上一次又变成我的俘虏。17年，中国有嘻哈也曾邀请雾都去参赛，但由于16年的13分贝并不成功，所以他担心有嘻哈也是一样的感觉，就婉言拒绝了。这档当年大火的说唱综艺就这样被雾都佛系的错过了。是金子总会发光。2018年，雾都继续专注的积累作品。1月份发布了《Find Me Out》，典型 Lo-Fi 配合808鼓点的伴奏，加上对人声的处理，还是那句话，大部分人他就是听不懂。9月，永利兄弟会发布了一张 mixtape《永利共和 A》，收录了雾都2首歌《永利兄弟》和 AMG。大排量双涡轮马力图，亚细上的马力木，来与来想象演哪一出，不养出哪一步。现在都肯定也都不嫌够，也只是怪我有黑的追求，不管在哪里全都说我斗，你不够资格成我的对手。永利兄弟会是 Gush 成员 Tory 创立的一个神秘组织。除了 Gush 的成员，今年新说唱里的咖喱和 Mac Overseas 也是永利兄弟的成员。2019年2月，雾都与 Alien 合作的 Devil May Cry。Alien 是暗夜社区的成员，也是新生代里比较突出的 rapper。如果你连雾都的东西都还不能完全接受的话，那他的东西你就更听不懂了。我一睁开眼睛就是黑夜，看到这世界似乎很卑劣，需要接触各式各样危险，我到底属于什么类别？3月与李佳隆合作了 Hair， 李佳隆曾说雾都是他最想合作的 rapper。我走到山顶，目的不是休闲，首先是第一目标肯定是有钱，一举两得的奖励不得打个折，都他妈继续说他不行，看他们提起的都已经开始比来，都一样下到对 Eminem I'm not afraid。6月在 YouTube 发布了他的第一支 MV， 据说是17年就做好的歌《重庆森林》，这应该是中国最赛博朋克的 MV 了。低沉的伴奏与画面中的赛博世界，配上雾都粗犷浑厚的腔调，毫无违和，融为一体，仿佛告诉你，在这个资本控制的数字世界里，雾都在用他的音乐做出对抗。重庆森林，完美的热血，重庆森林，完美的热血，重庆森林，完美的热血，重庆森林，完美的热血。在都想的是我，虽然我还没有出名。之后便是雾都去参加了中国新说唱，进入吴亦凡的战队，演唱了 Love Song、M.Ultra、小儿科、喂等歌曲，一身赛博朋克的穿搭，把他玩的不一样的东西带上了舞台。我听不到，信号不好，现在不方便，演出现场太吵，还有10分钟上台，他们都等到我来，我兄弟们好的未来，根本不需要彩排，对他们走头的突狂，出世在4月的相撞，他们以为跑在前面，结果说耍了个全面。这一年新说唱也是 Auto-Tune 大开的一年，原本不被很多人看好的 Auto-Tune 已经逐渐被大众所接受，到了2020基本店全开满，人均带电。12月发布了凌晨5点，依然把 Auto-Tune 旋律玩得惟妙惟肖，只是听 Hook 还以为是给江小白做广告呢。这一年还有一首 All Eyes on Me， 雾都没有在国内发，而是发到了 SoundCloud 上面。他自己也曾在微博说过，不是他不发歌，是他做的东西太猛了，
发出来怕国内听众接受不了。今年新说唱导师公演，巫毒与吴亦凡一同登台演唱了《I'm Out Here Remix》，并签约吴亦凡的新厂牌。其实今年8月在上海 LV 的2021春夏，吴亦凡带着巫毒现身秀场就已经有所暗示了。最近 Gush 发布的专辑 Oh My Gosh 可以听出整张都是在尝试美国比较狠的那种说唱风格。Bridge 应该是在模仿 Young Thug 等蛇族成员吧，感觉过分的在唱腔和声音上面搞了，导致内容和听感不是很完美。当然要玩好这种风格也是需要慢慢研究和打磨的。里面有一首仗可以听出巫毒已经开始在玩 Yelling Rap 了，我习惯叫它嘶吼说唱。美国知名嘻哈媒体 Genius 曾经科普过有关于 Yelling 的历史，你也不用好奇它到底是什么风格，说几个人你就知道了。 DMX、Lil Jon、Waka Flocka Flame、6ix9ine、XXXTentacion、Scar Lord 等等等等。其实 Yelling 也不能说是一种特定的风格，应该算是一种用来抒发情绪的唱腔吧。如果你想知道巫毒平时听些什么音乐呢，也不难，我带你们去他的 Instagram 看看就知道了。这2张图都是他已关注的人，上面2个被红框框住的是日本大阪新生代的代表 Goblin Land， 非常屌炸天的一对兄弟组合，其中弟弟 Kaji 和巫毒的长相和穿搭风格还颇为相似，他们玩的风格很多样，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 YouTube 找找看，放一支他们之前的 MV 品一下吧。左边下面的是 Toji 绝对是日本新生代的中流砥柱，从他团队 Mob Boys 的那首海尔开始就知道此人不一般了。最近发了一首高酷 Vibes， 听起来像是日本音乐大师平泽进给电影红辣椒的配乐加上了808的味道。Toji 不只是说唱歌手，这货就是个艺术家，现在是一个组合叫 City Merg， 可以说是美国朋克说唱陷阱金属的代表人物了。他们的 MV 太过暗黑，不建议播放，给你们看看现场，但这只是一部分，巫毒听的肯定不止这些。至于巫毒新专辑的风格呢，你们把我上面提到的这几位的作品好好品品，就应该能摸索到一半了。看到这里，你应该能感受到巫毒为什么是巫毒了吧？因为 Let's 巫毒，巫毒绝对是国内做说唱最前卫的代表人物，他把在中国很多人不敢确信的东西带上了大舞台。PG One 曾这样评价他：巫毒是牛逼的，巫毒是牛逼的。只是现在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现在国内很多人听不懂巫毒在唱什么。说白了，这时代一直在变。说唱音乐发展到现在，一直都是在包容与融合中呈现的，之后也必定会是如此。不管是否能欣赏他做的音乐，希望听众不要因为喜欢和不喜欢去喷，有空多看看我的视频，看看别人都是怎么把这种东西玩成功的。如果你也想尝试用中文做出更新的东西，建议去研究研究巫毒的作品，听听他是怎么把玩腔调的。好了，今天就到这里，还想听谁的故事，请在评论区里告诉我，记得关注和3连，撒由那拉。